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醉梦真敢拍，李沁泡啤酒罐憋气2分半，胡先煦生嚼秀瓶盖查16年连环案。你们绝对猜不到，醉梦预告片里藏了个惊天细节。胡先煦演的那个刑警，居然在凶案现场抓起生锈的啤酒瓶盖就往嘴里塞，嚼得嘎嘣响。绝的是，瓶盖碎屑里检出的酵母菌，竟然和16年前死者胃里的一模一样。原来真凶从来没离开过啤酒厂，他就在那群天天喝酒打牌的老工人中间。李沁泡在啤酒罐里的那场戏，零下15度实拍，他憋气2分半钟，右嘴角抽搐的频率和背景挂钟秒针完全同步。导演杨洋说这是低温溺亡的特有反应。凶手用暖气管延缓湿冷的时间铁证。李乃文演的贪官赵海鹏，书柜里藏着的药品标签全是凸点符号。这个贪污800万的混蛋居然快要失明了，而他办公室的劳模奖杯是灌铅的，底座刻着17个意外身亡工人的名字。老戏骨就是老戏骨，李乃文演出了贪官的两面性。他原本是车间劳模，女儿得了白血病才铤而走险。有场戏他在饺子馆狂倒辣椒油却尝不出味，被捕那天突然吃出咸淡，愣愣地问血没掉的线，完了，全完了。这种演技直接把贪官演成了悲剧人物。林家川演的韩闯才是真催泪弹，下岗后开摩的捡废铁，每月偷偷给刘雪梅家送钱，结果在说出账本在时被钢筋贯穿喉咙。尸体发现时，他断指还捏着刘雪梅的工牌，工牌编号19970923像密码一样出现在每个新死者手里。剧组真在吉林找了个废弃啤酒厂，花千万一重建。那些生锈的蒸馏罐被改成杀人机关，高温管道会在21点46分准时摆动，精准砸中受害者后脑。而当年的值班记录显示，设备科长恰好那天请假，现在他儿子开着全市最大的审计公司。刘诗诗彻底撕掉仙女标签了，她演的女记者总无意识摩挲摄像机开关，这个习惯在查赵海鹏家时派上大用场。胡先煦更是猛到让人牙酸，嚼瓶盖那场戏是即兴发挥，导演没喊卡他就真把锈片咽下去了。后来道具组说那些瓶盖是从真老厂区挖出来的。3个未解之谜现在全网都在猜，刘雪梅工牌数字19970923到底是日期还是密码？录像背景里转动阀门的人影是谁？胡先煦角色档案写烈士之子，公安局系统却查无此人。预告里冷酷抓捕那场戏，凶手口罩下的脸竟和已牺牲父亲的档案照重合了。下岗女工群眼里真有3位亲历者，他们指着工资条道具红了眼。当年科长就这么改字迹，把补助金写成欠款单。剧中工会主席挪用抚恤金的桥段，原型是2002年辽阳社保案。现在观众最急的是更新速度，毕竟谁受得了对着预告片扒线索到天亮？澡堂对决那场戏，蒸汽弥漫中真凶左手代表却用右手吊阀门，和16年前雪地脚印的左撇子特征完美呼应。所有死者后颈都有针孔，法医始终查不出药物，原来凶手用冻硬的高粱杆当注射器，打入人体即刻融化。这种细节要不是剧组找来的老法医顾问，根本编不出来。李沁虽然开场就下线，但他的台词全是暗号，拉成啤酒厂变没变味我最清楚，其实是在说资产流失的黑幕。啤酒厂老工人一看就懂，发酵温度指资金流转周期，麦芽纯度对应贪腐金额比例，新死者脚底的玻璃渣经检测和1997年啤酒厂礼堂捷克吊灯碎片成分一致。胡先煦角色有场雪地追凶戏，
睫毛结冰珠还坚持实拍。他档案里烈士之子的设定藏着反转，当年结案报告写明他父亲殉职，但新发现的指纹匹配显示，那个已牺牲的警察居然在命案现场出现过。现在全网都在玩找凶手游戏，但导演杨洋放话说，真凶在第16集才露面，前15集每个嫌疑人都有完美不在场证明，而关键证据藏在刘诗诗父亲20年前拍摄的场庆录像里。某个背景人物转阀门的动作暴露了职业习惯：啤酒罐藏尸、高粱干注射器、劳模奖杯灌铅，这些细节让《醉梦》比普通悬疑剧狠多了。他拍出了东北老工业区的魂，那些被时代洪流卷走的普通人，在啤酒泡沫里埋了16年的血泪账。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收视逆袭还不够，李沁新剧换男主，怎么就成了资源降级？凭借一笑随歌成功出圈的李沁，旗下一部古装新剧《云出令》近日却爆出关键变动，原定男主邓卫被替换为新生代演员邓孝慈，这一调整直接让他陷入了资源降级的争议中。为何一部让他出圈的作品会连带新剧引发争议？关键还要从一笑随歌中他塑造的角色魅力说起。近期影视市场刮起女将军人设风潮，从宋轶与进长安里的黎霜、周也锦月如歌中的何晏，到李沁饰演的锦绣神射手傅一笑，均属此类。而李沁的傅一笑被盛赞是近期女将军角色中人设最饱满、最具说服力的一位。比如傅一笑醉酒后在凤随哥陈哲远士面前舞剑，身段刚柔并济，直接成了名场面。对比之下，锦月如歌中周也饰演的何晏，醉酒后竟拿剑乱砍屋内陈设，还向程美饰演的角色疯狂撒娇，被观众吐槽完全不像女将军。此外，傅一笑在近战搏杀、远程狙击、谋略布局上样样精通，堪称全能型将领，还多次在危急时刻拯救男主。而宋轶在《与进长安》中同样饰演女射手，却常走到敌人面前射箭，跑步也是小碎步，这一表现也遭到大量吐槽。李沁不仅将女将军的飒爽豪情演绎到位，文戏和武戏都很出彩，且他与陈哲远的感情线并非工业糖精，两人从仇敌逐渐变为情人的剧情铺陈细腻， CP 感爆棚。这使得一笑随歌虽无充足宣传经费，却凭借自然的口碑发酵，实现了收视开低走高，且持续攀升。而李沁的下一部一番女主古装新剧《云出令》，此前曾一度传出消息，因一笑随歌最初收视不佳，李沁的抗剧能力受到质疑，导致该剧无法开机。如今随着一笑随歌收视上升，《云出令》也传出将重启开机计划，只是男主人选有所变动。男主从原本网传的长相思演员邓卫，换成了近期在黄明昊、卢玉晓主演的《入青云》中因饰演反派走红的新生代男星邓孝慈。邓孝慈在《入青云》中饰演有苏胡族的狐狸将军勋明，因卢玉晓饰演的角色的闺蜜张台潘俊雅是长相酷似勋明的亡妻，张台便被掳走制成傀儡。邓孝慈在剧中同时将深情与疯批两种矛盾的眼神演绎到位，表现十分抢戏。但无奈邓孝慈当前知名度仍不高，此次突然飞升担任《云出令》男一，反而让李沁被网友嘲讽资源降级。《云出令》改编自曹云子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将门虎女云出以真心相待养子，却换来养子未读是母，人生重来后，云出虎毒一时子，斩断前尘，挥起复仇之剑，随后与楚义联手平息叛乱，最终冲破世俗阻碍，收获圆满结局。